弟兄姊妹平安。我看了卢比奥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听了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场闹剧。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就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对美国的国家大事、前途命运有表决权的人们，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在听证会上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那有一个叫 Chris Murphy 的是康州的一个参议员，是民主党的。他在里边一直在纠缠，问卢比奥是不是知道川普他的对外的这种政策改变了，和他上一期的政策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川普的家族在利用川普的总统身份，在谋取商业的利益。问卢比奥他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参与，或者是有没有对川普提出质疑。那卢比奥的回答呢也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说川普的家人有权利做他们的生意，而且他也不接受无端的指控川普和他的家人在利用他们的身份在谋取个人的利益。而且卢比奥他很机智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卡塔尔买了好像200多架的飞机。他说川普显然不是波音公司的股东，这个交易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最后这个 Murphy 呢竟然提出一个让人不敢想象的一个问题。他提出来这个卡塔尔向川普或者向他的家族赠送飞机，实际上这个飞机呢是卡塔尔赠送给美国的，不是川普，更不是他的家族。那这个人呢，他进一步暗示这类的馈赠是不是最后可能变成川普的私人的财产。那这个质问呢，不仅在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也暴露出这个参议员他的法律常识的匮乏，可以说是极端的无知。美国法律在这方面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叫做美国薪酬和福利的法案，还有一个就是外国馈赠法案。那这里边规定很清楚，就是美国总统或者其他的高官在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任何的礼品，如果超过一定的价值，必须上交国家财产管理局或者国家的档案馆。那礼品如果作为个人的用途，必须经过评估，然后呢以个人的资金来买回来，也就是个人要买，并且呢还要登记存档。换句话说，国外的政府送飞机变成个人的财产，这种说法就是连最低限度的法律常识都没有。那卢比奥非常简单的回答他应该去问空军，因为这个飞机是属于美国空军的，他将来会代替原来的美国空军1号，也就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个专机。川普卸任以后，这个美国的空军1号继续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服务的，这是美国的财产。那我想问的是，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是真的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呢？将这样一个明显不成立，甚至带有滑稽色彩的情节，拿到参议院这样严肃的场合来质询，只能说明这个叫 Murphy 的他的极度的政治化的思维。他关心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飞机的归属，而是企图制造川普贪腐的这样一种印象，用于打击卢比奥，并且预设卢比奥是纵容川普家族。但是呢，他真是低估了公众的智商。他认为民众不会去查证，也不懂外交的这些流程法规。他的动机呢，就是影响媒体，试图给公众一个川普他是一个贪财的人，利用一切的机会谋取利益，允许这样的人把国家赐给他的这种权利变成一种党派攻击的工具。那这样的人，他不是在捍卫民主制度，而是在嘲弄制度，污染公信，制造混乱。那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若连这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政治的责任感都没有，那这些选出来的人，不是国家的祝福，而是国家的悲哀。
另外一个也叫 Chris， 他的 last name 是 Van Hollen。那这个人呢更加的狂妄，他开始就表达了对卢比奥的失望。他说呢，他曾经投票确认卢比奥作为美国的国务卿，现在呢他后悔了，感觉到遗憾。卢比奥很有智慧的反唇相讥，说他表示遗憾，恰恰说明他的工作是很出色的。那这个 Chris 呢，他用了整整7分钟长篇大论，数算了一大堆子虚乌有的事情。正如后来卢比奥回应的说的，大部分都是不实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即便如此，我们看卢比奥，他自始至终没有讲一个字打断他。卢比奥表现出来极大的忍耐和风度。可是轮到卢比奥说话以后呢，这个人他多次的在卢比奥说话的当中就野蛮的打断他，语气非常的强烈，带有攻击性。那这种行为呢，其实严重的违反了参议院听证的惯例和基本的礼貌的原则。由于这个万呢，他是超时，并且呢多次的插话，主席不得不提醒他，你的时间已经用完了，请不要再继续发言。那个场面呢，当时呢非常的混乱，让人感觉不像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听证会，好像是在大街上吵架一样。后来呢，这个万呢，他甚至要求这个卢比奥将他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细节要公开。表面上看，他是要求透明公开，但是这样的要求也反映出来他对外交事务的这种误解、偏见和无知。那外交的事务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地缘政治和战略的协商，公开这些谈判的内容，会严重的削弱美国对外的这种谈判的能力。这是全球外交事务的公开的普遍的原则，并不是卢比奥他自己要遮遮掩掩的。恰恰这样的要求呢，是对行政权力的无理的侵犯。参议院对国务卿有监督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干涉，甚至要求全过程透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些民主党参议员他们的双重标准。在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谈判签订的这个伊核协议，那当时很多的细节呢，都是在签订之后慢慢的才逐渐的披露。那民主党当时也没有认为这是黑箱操作，如今却要求卢比奥要全过程的公开透明。那显然这是双重的标准，政治动机昭然若揭。其实这样的要求呢，不仅不切合实际，更是将政治斗争凌驾于国家制度与战略考量之上。那卢比奥这一次的参议院的听证会，不仅展现了他对外交政治的成熟和稳重，并且在世界面前展示了过人的语言天分和宽广的胸怀，也暴露了那些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们对川普团队存在严重的偏见。多位的民主党参议员在质询中，几乎他们关注的不是战略外交本身，把听证会变成一个政治审判的场所。其实他们不愿意就外交议题展开本质的讨论，而是不断的追问与川普家族的商业私人往来的相关问题，试图将卢比奥描绘成一个川普的代言人。另外，他们恶意的扭曲政策的意图，比如一个参议员在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下就质问卢比奥吊销留学生签证的问题，这就是将外交的政策政治化、情绪化，误导公众的视听。还有些人呢，反复的用一种引诱式的逼问，以一种暗示性的语言操纵舆论。比如说，问卢比奥，你是否能保证你不会听命于川普家族的私人利益？你是否愿意在未经白宫授权时就中东政策对外承诺？那这些问题本身呢，已经构成了有罪推定。这种行为呢，已经严重的背离了参议院的职责的本质。这次听证会揭示出美国当下政治分化的深层的危机。一些参议员他们对川普团队的
深刻的敌意。这种敌意呢，已经超越了政治分歧，演变为这种无理的指控、歪曲事实、恶意的攻击，这样呢，严重损害了政府机构间本应该有的理性制衡与合作的关系。这些参议员不但无助于国家，反而是制造混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人不仅无法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反而削弱民主制度的公信力。我们真的希望更多的有见识、有正义感的人们看清楚这些政客们的丑恶嘴脸，在以后的选举当中擦亮眼睛，不要让这些败类有机会利用职权践踏正义和法律。